睁开眼，我发现自己重生在哥布林巢穴。刚刚生下我的是一个赤身精灵少女，虽然生产耗尽了她所有的气力，但她迷离的双眸中充满着对我的恐惧和厌恶。见状，我心中一惊，尝试将右手举到自己眼前，只见一只畸形般的绿皮小掌生。顿时，我感觉五雷轰天，这是什么炸裂的开端？生母是被哥布林残害的精灵，出生地还是肮脏的地下巢穴，自己更是一只丑陋的哥布林。可就在我内心崩溃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自己的食欲变得越来越强烈，身体也开始出现虚弱的迹象。这意味着我必须尽快进食，正好就这么饿死算了，有本事就让我再重开一次。我内心嘀咕着，但伴随着肚子里强烈的饥饿感，我的表情变得极其痛快。于是想办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将视线转向一侧，结果却看到其他哥布林幼崽已经爬上了自己母亲的身躯，准备进食。尼玛的，这下更饿了，我再也无法忍受胃里的灼烧感，身体自发动了起来。难怪上辈子听说过跳楼上顶，但几乎没人选择饿死来自杀。妄图对抗本能的行为是极其愚蠢，谁爱挨饿谁饿去。我爬上了精灵，嘴巴也下意识的离开，蚕虫完全占据了我的脑，而感受到了我的触碰。精灵少女那一对琥珀色的瞳孔变得更加惊慌和恐惧了。我如遭雷击，僵在原地，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精灵眼睛，凝视着那个丑恶的自己。精灵并没有反抗，或者说她没法反抗，她仍然处于生产后的极度虚弱。我终于意识到，现在的自己对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在生下了曾带给她无尽恐惧与痛苦的鬼，生下了与伤害她的怪物们一样的小畜生。所以，当我注意到精灵的抵触与仇恨时，就不可能像其他哥布林一样，让有生育之恩的母亲继续痛苦。毕竟我众生前好歹也是个人，这么出神的事情我实在干不出来。也怪我这作为人类的思考能力的道德底线，让我不能成为一个依靠本能行动的的哥国王。想到这，我露出苦笑，慢慢的从精灵的身体一侧滑下，爬到了离少女身体几步的位置，蜷缩起身子。我决定就这样迎接自己的结局，不过变数比结局来得更快。还没等我饿死，有只哥布林幼崽就爬向了精灵上，它顶着土豆一样坑坑洼洼的脑袋，紧闭双眼，用长鼻子嗅着精灵的气味。就在它要爬到精灵身边的时候，我也看到幼崽丑陋的脸上垂涎欲滴的表情，不由得心生厌恶。这是我妈又不是你妈，就算我不吃也不会给你吃，我一边去！我下意识的发出尖锐短促的叫声，试图威胁前进地哥布林幼崽，结果幼崽爬得更快，来得正好。我早就想发泄一下怨气，我对这些东西可没有同族相系之情，强忍着饥饿带来的不适，径直爬向幼崽。由于没有进食过，我远比幼崽虚弱，速度也没有幼崽快，但我有脑子，我没急着与幼崽相争，而是在它已经几乎碰到精灵身体，喜悦的张开大嘴，准备享用美味的时候，让对方的眼睛撞到自己的长手指上，猛地戳进了幼崽紧闭的右眼，幼崽顿时弹倒在地，发出了高分贝的惨叫，向空气胡乱挥舞自己手脚。他的眼睛被戳破，淌出鲜红的血液。紧接着，我决定趁他病要他命，我瞅准时机，避开幼崽的胡乱攻击，使出浑身力气，一爪子拍到他的受创部，将幼崽直接拍得昏死过去，惨叫声停止。原本吵吵嚷嚷的洞内变得鸦雀无声，其他哥布林又在闻到有空气中学的气，不再肆意发出尖叫，连进食都斯文起来。我依然没有停下攻击，由于还没长出牙齿，只能用手持续攻击对方的受创部位。本来都打算独自饿死的，现在还来了个陪葬的。我把转生以来所有的力气都发泄在了他身上，直到自己再也挥不动一招。我看着不再动弹的哥布林幼崽，心情愉悦，但略显遗憾的作者，如果不是身体过于虚弱，我甚至有把握就这么杀死对方。随后下意识的回眸瞟了精灵一眼，结果发现精灵看向自己的眼神更加恐惧。当注意到我望向他，精灵少女甚至慌乱的闭上双眼，颤抖起来。刚出生的哥布林崽子就残杀同类，更不要说精灵人类了。恐怕哥布林见到估计都觉得十分离谱。等一下，是不是我喝他的血也能维持生存？哥布林幼崽能消化血液吗？我连忙舔了一下带血的爪，可能是刚出生的缘故，血液没啥腥臭味，还有点甜。正当我欢欣鼓舞决定开饭时，突然从洞穴通道传来说话的声音，有幼崽血的气味，人类的刺客杀进来了。糟了，哥布林的嗅觉很灵敏，我第一次闻到了成年哥布林身体上特有的酸臭味，不由得皱起了鼻子。本来还打算就这样狩猎洞内所有的幼崽，现在却要面对两个冲进来的成年哥布林。可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两只哥布林都披着宽大的黑褐色斗篷，将自己的脸隐藏在玳瑁的阴影里。其中一只拿着一根棕色的大木杖，木杖顶端上此时正绽放着不同寻常的白光，另一只的手中则是一把银质匕首。我甚至感受到匕首上散发着不祥的气息。从他们的对话与装束来看，这两个哥布林很不一般。两只哥布林四处张望，但他们并没有发现拿着木杖的胳膊领口中低声念诵着什么。木杖顶端的白光变得越来越耀眼，直至出去球形，如小太阳一样将这处洞内的每个角落照亮。惧怕光明的哥布林幼崽们纷纷远离光明，就连我也清楚地感受到全身的皮肤在抗拒强光的刺激，想要立即逃离这里。哥布林确实是天生去暗性的生物，但并不会被一般的强光伤害，只是有的光不在此列，比如说被祝福过的光就是圣光。确实没有敌人，占卜也没有结果。手持木杖的哥布林低声说道，将木杖轻轻一晃，光球随之消散，应该是这俩崽子弹的。手持匕首的哥布林已经低下身子，妄想依然待在原地的我与受创昏死的的哥布林幼祖，一出生就开始残杀周围的同类，这崽子天赋应该不错，但太失血了，部落不需要太极端的，这家伙留不得。我占卜一下，木杖哥布林举起了木杖，口中则继续念念有词。下一秒他笑的，另一个崽子要吃他妈妈，所以他为了保护妈妈，刚出生的崽子下手又没个轻重。放心，地上的没死，我拿去给萨满看一下就好。如果这崽子还主动杀别的崽，匕首哥布林温吗？我亲手杀了他。木杖哥布林毫不犹豫地说，王不需要无法控制，是杀本能的战士。他提溜起昏死的幼崽，挥舞怒杖喷出白雾，将我身上的血液一扫，随后两个哥布林消失在黑暗中。
他们并没有想到我能听懂哥布林的语言。虽然两只哥布林无意间透露了很多信息，但我已经没有精力去思考。我消耗太体力，也没吃到食物。渐渐的，我熬过了最难受痛苦的阶段，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变得越来越轻，我快饿死了。又是不知过了多久，我隐约听到了少女啜泣的声音。我感觉自己正被轻轻抱起，感受到了温柔。那是一颗软糯的糖果，我几乎是无意识的开始吸水。此刻精灵少女抽噎着，我唯一的孩子不要死。精灵少女最终主动接受了我作为她的孩子。在那之后，产妇们和自己的孩子被分别分配到带有一扇上锁木门的小石洞居住。一只哥布林萨满分别对每个产妇实施控制无数，让他们愿意给自己的崽子喂食，而不是直接掐死他们。当他走入精灵与我所在的洞穴，看见正悉心照料着我、浑身散发着母性光辉的精灵少女，直接愣了一下。随后他没有施法，而是走向下一处洞穴。暂言已是2月，由于哥布林的生长速度很快，再加上精灵少女的悉心教导，现在我已经能勉强独立行走。少女这些时日倾尽全力照顾你，尽管偶有冒失，但她几乎做到了新手母亲所能做到的全部。她坦然接受了我的一切，即使我与精灵的外貌或审美毫不沾边，只是一个越长越丑的一个故人。出于对精灵细心照顾的感激，我凭着自己上辈子遗留的成熟头脑，尽可能降低着精灵少女养育自己的压力，自然我也就没再想过重开。我敏锐地察觉到，精灵少女将我当成了漫无止境的囚禁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慰藉。如果我死了，那少女当场崩溃都只怕是最好的结局。我并不是心地善良，看不得美少女死去，只是精灵对我有恩，所以我才愿意陪她玩这场无子游戏。或许对方也是心知肚明的吧。正常人怎么可能把一只绿小畜生真正当成自己的孩子？他应该也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不过一场过家家游戏。我却都快习惯自己哥布林的身份。某天精灵少女尝试教我说话，由于冰冷寒酸的石洞内什么都没有，她只能席地而走，将我抱到怀里。我除了温暖，还能感受到母亲稳定的心跳。我自从转身后便注意到，无论是哥布林还是精灵的语言，我都能无障碍地听懂。这应该是自己转生附带的能力或天赋。这些天赋通常是存在查看方式的，比如说鉴定技能。不过我现在太幼小，也无学习途径，只能提前留个心眼了。拜此能力所赐，我的异世界语言学习少了不少麻烦。这时，精灵少女温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她指了一下我，又指了一下自己，再次用精灵语轻声说：“妈妈，妈妈。”少女琥珀色的眼眸满是期待的态度，似乎是鼓励着我也跟着说一遍。原来精灵语中的妈妈也是一样的发音。我清了清嗓子，尝试着说道：“妈妈”还算顺利，但哥布林的嗓音听起来像公鸭嗓一般，甚至有种污染耳朵的感觉。不过精灵少女毫不在意，她的眼神甚至有些惊喜，对着我浅浅的笑了下。于是我又说了一次妈妈。精灵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脑袋作为奖励。我的孩子真棒。我还是无法习惯少女一直用对待幼儿般的口气对待自己，闻言不由得皱了下眉头。上辈子的年龄说不定比精灵都大，不过我从来没抗议过。这天晚上，精灵少女也是一如既往拥着我入睡，不过还没等我睡着，她便先行发出了均匀的呼吸。沉浸在温暖怀抱中，正逐渐变得迷迷糊糊的听到了母亲睡梦中的意淫。妈妈，邻居家的小天使吉娜真的好可爱。看来是梦回了数年前我同情的小孩。听起来我的萝莉精灵妈妈有过一段幸福快乐的时光，或许她也曾幻想过美好的未来，但一切美好的泡影都不过面。哥布林巢穴对被掳掠的女性而言，也许只有死亡才能从这永恒的绝望牢笼中解脱。少女无意识地呢喃着：“妈妈，我以后也能有这么可爱的孩子吗？”我怔住了，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什么给狠狠地钻住。狭窄冰冷的石洞，巢穴的寂静深处，或许有泪珠滴落到我的脸上，或许是我自己流的。我从送饭送水的低级哥布林们的口中闲聊得知，这处哥布林巢穴并不只有我看到的这几个奴隶，还有大量奴隶被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同样看守。他们的任务就是给哥布林们繁衍后代，直到死去为止。为了不让繁育机器们消耗太快，保持较高的种族增值效率，哥布林们会不吝自援，尽可能防止他们生病，身体维持在一个相对良好的健康状态。毕竟掳掠其他亚人种族的据点来补充新的奴隶，是要损失不少成年哥布林的，甚至有被军队教会乃至精英冒险者团队盯上并灭族的风险。不明白这道理的愚蠢哥布林，要么就是成不了气候的小骨流窜哥布林，要么就已经被其他种族联手剿灭。因不擅长劫掠，又长期龟缩在生存资源严重匮乏的天梯山庄，这甚至逼得他们学会了种植作，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所以，比起数量庞大的魔族邪教徒等更具有破坏力的种，外界宁愿忽视不怎么闹事的哥布林。毕竟哥布林相对弱小且善于隐藏，用中高端战力来对付那些迫在眉睫的威胁，明显性价比更高。因此，虽然早就有垂涎精灵每次的哥不离的在门外转，但他们最终进入石洞骚扰他，这让我与少女拥有了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只不过平静的生活不会持续太久，一旦精灵少女恢复身体，她就又会被哥里们抓去，开启下一轮繁育周期。实际上，同时期的产妇们已经开始了新的周期。精灵少女显然不愿再重复一遍那地狱般的经历，出于想回报她恩情的心理，我自然也在帮忙思索对策。和你同一批的已经有2个又怀了。送饭的低级哥布林盯着精灵少女嬉笑，马上就到你了。精灵少女听不懂语言，不过她从哥布林下流的注视中猜到了意思，她没有理会，只是认真的梳理着我的小脑袋。第1集，哥布林自觉无趣，他转而对着我大笑头，崽子趁现在好好享受，你和你妈的幸福时光马上就要没了。随后他扬长而去。精灵少女察觉到那低级哥布林似乎对怀里的我说了什么不太好听的话，她连忙轻抚着我的脑袋胡闹，妈妈不会离开你的，没事的。我沉着注视着被哥布林锁上的破烂木门。巢穴的历史上，无数女性都是为这道门所困，最后死在悲剧的命运循环里。我必须改变精灵母亲的命运。半夜时分，2头大哥布林又如往常一样徘徊在我们居住的石洞口附近，痴迷地嗅着从熟睡的精灵少女身上散发的淡雅清香。
大哥布林是广大低级哥布林的进化形态，体型接近正常人类，能轻松击杀没有战斗经验的普通人。他们老早就垂涎精灵少女的美色，也并不在意精灵少女目前不能生存。两位大哥看起来很烦恼，大哥布林们被吓了一大跳，他们迅速四处张望，最后发现了木门缝隙后，观察他们的墓。项链大哥顾林好奇地说：“小崽子，你能讲话？我记得没断奶的崽子还没有哥布林语言天赋，他怎么会说话？一般要1岁才会被神官统一植入天赋。再者，有其他哥布林教过你讲话吗？没有，那你还蛮聪明的。小弟之所以打扰两位大哥，是想请大哥顺手帮个小忙，事后必有重刑。”项链大哥不吝震惊地说道：“你这真的是还没断奶的小崽子，如此幼小的崽子说话，却像个博览群书的老哥不一样。小老弟要帮什么忙？说吧。”我直起身体，郑重其事地说：“小弟想请两位大哥帮忙向王传达一件事。我就是王一直在寻找的哥布林贤者。之前从闲聊的低级哥布林们口中得知，哥布林王一直在寻找一个特殊低哥布林。哥布林贤者能够预知未来，预知未来本身并不是极其稀罕，其他种族等也通过复杂的仪式粗略的预知未来，但是耗费代价极大，所以只有非常重大的事件才会使用。但哥布林贤者预知未来则不会有代价。当然我知道自己应该不是什么哥布林贤者，我要制造一个能正式见到哥布林王的机会，从自己能够无障碍听懂哥布林语和精灵语的能力推断，我应该也是有某种特殊天赋的，有信心通过交涉让哥布林王重视自己，这样我才有能力保护你。”于是两头大哥布林挠了挠头：“小老弟，看得出来你确实很不同寻常，但如果你被鉴定不是贤君，那我们不就等于欺骗王吗？这是大罪啊，我可担当不起。这智商真是哥布林该有了，异世界也卷起来了。两位大哥若不想直接觐见王，冒欺君之罪的风险，其实也有法子的，王的眼线不是到处都有吗？你们就去比较热闹的地方喝点小酒，大声地说路过某处，偶然听到一只没断奶的哥布林崽子不仅会说话，还宣传自己是哥布林贤者，大哥们当做一个笑话，多到处讲讲就行。这样就算通过眼线传到王的耳朵里，那也是王自己起了兴趣。若召见我后发现我不是贤侄而大发雷霆，自然也不会怪罪到两位大哥身上。事成之后，小弟必有重谢。”两头大哥布林交换了一下眼神，确实没什么风险，那就这么定了。望着两头大哥布林离去的背影，我陷入了沉思。低级哥布林智商100，至少目前接触过的低级哥布林，除了满脑肺癌，大概类似人类10岁左右的智商程度。他们只会在聊天时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道听途说的东西全部抖出来。但是大哥布林就不一样，他们的智商可以说接近正常成年人类，拥有成熟的思考模式，直到趋利避害。以此类推，统治着这座巢穴位于顶点低哥布林王又是个怎样的逆天存在？我下意识地回答。看着散落着柔顺的浅灰色发丝，沉浸在睡梦中，偶尔不自觉地呢喃的精灵少女，我要好好守护自己的萝莉妈妈。几天过去，一切如常。某天中午，精灵少女正在啃着黑面包当午餐时，一位戴面具低哥布林萨满带着2个低级哥布林忽然闯进来。这崽子可以断奶了，以后喝稀粥吧，现在把精灵带走。我迅速拦在了前面，流利而简短说道：“请萨满大人见谅，她现在无法怀孕，还没到时间。”胳膊里面惊奇地望向我，这么小就会说话，小崽子，我当然清楚没到时候，但这已经不是我说了算的。一位哥布林骑士已经看上你的生物了，要让精灵当他的专属新奴。你的生物运气很好，马上就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觉得你还是操心自己比较好，把他带走。对方压根就不打算给柳杰交涉的机会。心灵少女仿佛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开始浑身发抖。不要分开我和孩子！我也急忙拦了上去。突然一声大吼从门口弹来，哥布林们与精灵一同望向门口，看见了一头浑身披着铁铠甲的哥布林。我立刻明白了这头哥布林的来历。小崽子，王明天要召集你，王明天要召见你。萨满傻眼了，他已经背叛了王，我建议您直接处决。什么背叛不背叛的，一切以王的命令为主。骑士不耐烦地吼道：“你想抗命吗？那我现在就把你处决了。”萨满缩了缩脖子，退到了2个低级哥布林身后。他低声说道：“那精灵我就……这次是柳杰打断了萨满。尊敬的骑士大人，请问我可以带着我的母亲一起觐见王吗？现在这种情形，没有他在，精灵少女必出事。”萨满急了，那是另一位骑士阁下预定的。哥布林骑士逐渐没了耐心，你说的那家伙，今天早上他知道这精灵生过崽子以后，就对他没兴趣了。老东西，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萨满沉默了一刻，随后他有些滑稽的鞠了个躬，领着低级哥布林飞快地逃走了。骑士碰的关上门，他逐渐变得平静，然后有兴趣地打量了精灵少女周身的状况。小崽子，你为什么想带着你的妈妈走？不等柳杰回答，他又突然恍然大悟道：“我懂，喜欢这种玩法对吧？如果你真是哥布伦贤者，那啥都好说，别说一个妈，你再认10个妈都没问题。”哈哈哈！哥布林骑士雷厉风行地打开木门，钻了出去。好好收拾，明天一早我来接你们。荒诞的盔甲声逐渐远去，石洞再次变得寂静起来。过了好一会儿，精灵少女才缓过神，她小跑着奔向柳杰，将他紧紧搂在怀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柳杰轻拍着她脊背，用精灵语小声说着：“妈妈，没事了，你不用再担心会被哥布林抓走了，你再也不用做噩梦了。”柳杰很清楚，每晚精灵少女睡着后，有时候做噩梦，会求饶，会抽烟，会哭喊着爸爸妈妈，会撕心裂肺的惨叫。这是哥布林们凌辱折磨她后烙印在她精神上的一辈子的创伤。她想告诉少女，她所恐惧的噩梦再也不会出现在现实中了。柳杰没有听到母亲的回应，他只是感觉到有几滴温热的液体滴落到了他的后背上。这天晚上临睡前，精灵少女端坐着与柳杰面对面，无比郑重地用破布沾水，擦拭了他的面孔好几次。柳杰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也有样学样的端坐着。精灵少女边擦边看，注视着他的脸，终于是满意的笑了。他伸出白皙修长的手指，指着自己的琥珀色的瞳孔，缓缓地说道：“琥珀，妈妈的名字，琥珀。”这是柳杰出生以来第一次得知精灵少女得知母亲的名。这音节很复杂呀，他尝试着说：“琥珀，琥珀。”琥珀耐心地纠正着：“琥珀。”
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直到第5遍，柳杰才能说的一字不差。琥珀在这7个字之中，期间经常给予鼓励的微笑，他从没发现母亲像今晚这样爱笑过。琥珀笑容很淡，柔软的双唇与琥珀色的晶莹双眼，通过笑容的带动，组合在一起，便沁出了甜美的淡雅之感，使他的笑容经得住看，愈看愈迷人。或许他以前就是位爱笑的精灵。琥珀再一次郑重地指向木门外侧的油灯，指向了里面缓慢燃烧着的蜡烛。接着他认真地说道：“奴儿，光，奴儿。哦，奴儿在精灵语里是光明的意思。”柳杰也指向了蜡烛上的火光，说：“奴儿。”琥珀点点头，却轻柔地伸手裹住柳杰的手指，将他的手指转向了柳杰自己。他轻声地说：“请将此赐予汝真名，摩尔。”柳杰正着了，这是精灵母亲给自己取的名字，也是他转生以来获得的独属于这个世界、属于他第2次生命的名字。他不知为何声音有些颤抖着，却依然努力清晰地说：“奴儿，我的名字，奴儿，奴儿是光明的意思。”第2天早上，柳杰，准确地说是奴儿，与琥珀一同被杏子直爽地哥布林骑士带出了狭窄的石洞，去觐见哥布林王。伴随着木门在他们身后咔嗒一声关上，努尔有种梦幻般的感觉。这扇门让他们度过了几个月暗天无日的幽静时光。通过按时送饭的低级哥布林，努尔才没有彻底失去时间概念。他也曾想过慢慢破坏这扇木门，但他被萨满施了咒语，安如磐石，就算用力击打抓挠，也不会掉一点木屑。如今，他们轻松地走出了这扇木门，迈过了这道困死过无数希望逃离的奴隶们的坎。努尔望向繁杂的隧道网络，看着几缕自然光从上方狭窄的岩层缝隙，他从某个缝隙处钻了出来，洒向石头与斑驳的青苔，带着无数闪烁的肆意飞舞的灰尘。他听到了石壁深处传来的汩汩流水声，闻到了湿润清新的气息。一旁的琥珀因为忽然来到广阔的空间而颇有些不安，他已经习惯了几个月以来的狭小居所。努尔牵住他的手，小手握住大手，他用精灵语平静地说道：“没事的，妈妈，出发吧。”他们一同迈出了第一步。这座哥布林巢穴有一座埋在地下的废弃古城，与周围错综复杂的洞穴共同组成。哥布林骑士引导他们去的正是巢穴中心的古城区。根据一路遇到低哥布林数量估算，这处巢穴至少有约1万头哥布林。努尔被琥珀小心地牵着手，一路磕磕绊绊地走着，顺便仔细记忆着沿途的地形。大概绕了有几里路，他们才抵达哥布林王所在的古城大殿。精致的红毯从大殿深处的王座一直铺到门口，两侧各站立一排手持阔剑、长枪或战斧、全身覆盖着铁甲低哥布林骑士。骑士身后则站着服饰体态各异，对着他们窃窃私语。低哥布林们，他们的衣装较为精美，与衣不蔽体的努尔琥珀相比，则格外明显。但哥布林们本身大多佝偻着背，丑陋不堪，即使衣饰再好看，也掩盖不住。这让努尔不禁想起了上次的剧情。上辈子看过的一句话：畜生者话长，高坐厅堂，便自以为是人了。引路的哥布林骑士一改先前直来直去的态度，小心地压低嗓音说：“面见王时，需跪伏在地，只有王允许才能抬起头，切不可长时间直视王。”努尔沉默地点头。他听说过哥布林王的许多事情，有的哥布林认为他过于严苛，对违反规则的同族从不宽恕；有的认为他是个暴君，眼线与走狗遍布巢穴，监视并控制着所有哥布林；也有的认为他带领族群蒸蒸日上，是个好王。无一例外的是，所有哥布林都对王感到敬畏或恐惧。不过努尔并不紧张。他不是轻视哥布林王，而是对自己曾为公司董事的多次力挽狂澜的出众头脑有着根本的自信。只要对方是能交涉的聪明人就行。走到离王座10步之遥的地方时，哥布林骑士停下了脚步，他弯下腰推到一侧的红毯边缘，格外谦卑地说：“启禀巫王，疑似贤者与其母亲已经带到。”努尔忽然意识到，现在只有他和琥珀站在红毯中心了。他小心地向琥珀使了个眼神，随后向前跪伏。琥珀懵懂地眨了眨眼，也有样学样地跪倒。他从未相信过这些哥布林，但他相信了。王座上传来了一阵低沉嘶哑的声音：“你可以归队了。”感激不尽，骑士灵活地钻入了一旁的对联。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柳杰能感觉到王座上的目光正仔细打量着自己。抬起头来，努尔缓缓抬起头，同时呼吁王座上的声音，同时以很小的幅度戳了戳琥珀的腿，提醒他可以抬头了。王座两侧分别站立着2个手捧一本厚书、身披白袍、头戴红色礼冠的疑似主教或神官低哥布林。不过努尔的目光全被王座上的哥布林吸引住了。他没有穿华美的衣裳，只是穿着相对朴素的灰色锁子甲，外披一件漆黑的披风。他头顶的金王冠也没有镶满宝石，仅在正中镶嵌了一颗猫眼石。哥布林王的相貌格外丑陋可憎，他的脸上遍布疤痕，鼻子缺了一块，周身弥漫的恐怖气息让努尔不禁抖了一下，下意识地将视线移向哥布林王的银靴子。他眼角的余光注意到琥珀也不敢直视。